战维送大嫂和侄儿女到了机场，海童就让他回去。上飞机时，我发信息给你，回到管城后再告诉你。海童说道，有保镖和保姆跟着，我能照顾好2个孩子的。你回去吧，下午还要上班呢。战维舍不得的再次抱一抱侄女儿，说道，贝贝，七叔会想你的，你回去后可得想七叔。贝贝点点头。事实上，一回去他就会将七叔抛到脑后。没办法，他太多叔叔了，实在没有时间想七叔。战维又叮嘱了侄儿几句，在侄女的小脸上亲了亲，再提醒保镖们要保护好大嫂，他才离开机场。从机场回来，他又去了花店，请人再次给他做了一束钱花，然后带上了那束钱花去了蓝氏集团。蓝氏集团的人看到战维又带着一束钱花过来，看他的眼神都带了点探究。战总这是真的在追求他们蓝副总吗？还是战总故意这样做，想用美男计来打败他们的副总？对，肯定是用的美男计。战维才不管大家怎么想，反正没有人拦截他，他可以顺利的进了蓝若若的办公室就行。见他又抱着钱花走过来，蓝若若皱了皱眉，倒是没有说什么。等他进钱了，他才问，童姐和2个孩子回去了？回去了，我刚从机场回来，饭都没有吃，便去了花店，请人帮我做了这束花。战维将那束钱花递给蓝若若，若若，看在我饭都没有吃就给你送花的殷勤，你就给个面子，收下这束花吧。上次那束花已经被我扔了垃圾桶，你又送来，想让我再次扔垃圾桶吗？钱多到没有地方花了。蓝若若扯着谎，不承认上次那束钱花，她收下了，嘴上说着那样的话，她的手倒是很实诚，接过了那束钱花，感觉比上次那束还要大束呢。战维笑，还真是钱多到没有地方可以花了。我又没有老婆，没有孩子，挣的钱自己也花不完，不就想让你帮我花一花？我爸妈自己有钱，不用我挣钱来养他们。况且我还有2个哥哥呢，他们比我更有钱。蓝若若白了他一眼，没好气的道，我又不缺钱，才不帮你花钱呢。你要是实在钱多到没地方花，那还是给我帮你花吧。我拿你的钱去投资其他项目，赚到钱了可以给你分一点。准备投资什么项目？说来听听。我也想入股，跟着你吃香喝辣的。蓝若若起身走开，没有马上回答他。一会儿后，他给他端来了一杯温开水，以及一碾子的点心。这些点心是我们公司给员工们准备的下午茶点，味道还不错的，你将就吃一点垫垫肚子，别饿晕在我这里，传出去还以为是我把你气晕的呢。战维顿时美滋滋的，嘴却贱得很，说道，你还没有气晕我的本事呢。蓝若若大度的不与他计较。战维去洗了手，才过来吃点心。他是真的饿了，一碟子点心他全吃完，水也喝了2杯。放下水杯，他满足地道，吃饱喝足了，以后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先吃饭，3餐不正常很容易饿坏了胃，调养起来可不容易。蓝若若等他吃饱喝足了，便问他，我公司最近的确有个项目需要合伙人的，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入股，保管双赢，不会让你亏本。童姐说的对，他们就算是同行，也不一定是死对头，其实也可以合作的。昨晚回家后，蓝若若也想了很多，回想起过去几年和战维的针锋相对，再到最近的暧昧，她承认战维是她喜欢的男人。童姐劝她不要错过他，说她错过了他一定会后悔的。被爷爷催婚催得头晕的蓝若若决定了，尝试去改变一下她和战维之间的关系。若能改变，她和战维还真能成为一对儿。若若，你这样看着我，我会以为你爱上我了。蓝若若想事情时还看着战维，战维忍不住打趣她，行，不管是什么项目，只要你们同意我入股，咱们2家公司可以合作的。这可是破冰的好机会，
改天再和你谈谈合作的事情，等会儿你回去，我会给你一份合作方案，你觉得没问题，咱们再谈后续的事。行，他现在也不想和他谈生意上的事，只想谈谈他们的未来。若若，你想知道我的家庭情况，可以当面问我的。战维看着他，认真的道，只要你问我了，我都会告诉你，你不问我，我就不好意思主动说，怕你说我自作多情。蓝若若的脸慢慢染上了红色，她问了海童后，就猜到海童会回去告诉战维的。我也就是随便问问，你别胡思乱想。战维说道，你问了，我还真会胡思乱想呢。我已经胡思乱想了，怎么办？若若，我是管城人，你去管城打听一下战家。保管很多人都知道的，我们战家在管城很有名，我们家族也有不少生意。现在我大哥接管了家族事业，我们也要帮忙打理一下公司的事。我们战家的公司叫战氏集团，在管城也是很有名的。我亲兄的3人，父母都健在，父母也恩爱，从不吵架不拌嘴，家庭气氛很好，在管城若论家风好的，我们战家称第2，没有人敢称第1。算上堂兄弟的话，我们就有兄弟9人，我排第7，在亲兄弟中，我则是排第3，最小的一个。我们战家在管城属于第1豪门，千亿豪门。我在我们家族公司也干过几年，后来我想自己创业，才来阳城打工。我就是想看看脱离家族的庇护后，我能不能闯出一片天来。还好，经过5、6年的时间，我证明了我自己。就算没有家族的庇护，我也能撑起一片属于我的蓝天。蓝若若，你家是千亿豪门，我们家产是过1000亿，说是千亿豪门应该可以的吧？你们家那么有钱了，你还出来打工？我以为你家里顶多是中产家庭，没想到他是千亿豪门的少爷。现在他理解童姐的那句话了。童姐说战维与他绝对是门当户对。战维说道，我家里有钱是我家里的，是我祖父辈创造的财富，不是我的成就。我出来上班是想看看我家里人那样培养我，当我脱离家族的庇护后，能否凭着自己的能力撑起一片蓝天。我奶奶总是说，将我们培养好了，哪怕有一天我们家生意不好，甚至公司要倒闭了，我们也有能力养活自己。不过奶奶还是希望我们能够一直撑住家族事业，尽量不要让公司倒闭，毕竟那是我们战家几代人努力的结果。真让战氏集团败在我们的手里，我们100年后都无颜见祖宗。战维眼神深深地看着蓝若若，问她，若若，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只要你想了解我及我的家庭，都可以问我，只要你问了我，我都会回答你。不必去问我大嫂，我不会像我大哥那样刻意隐瞒身份。这么多年来，你是没有问过我的家庭情况，所以我就一直没有说出来，并不能说是我隐瞒骗着你。跟大哥当初刻意隐瞒身份骗大嫂的意义不一样。大哥那会儿担心大嫂是图他家里的钱，所以故意隐瞒身份，只说自己是个打工的，借此来观察大嫂。其实在大哥发现自己爱上大嫂后，就向大嫂坦诚一切，大嫂可能不会那样生气的。但是大哥没有，他还是一直瞒着，直到大嫂看到关于大哥的采访，才知道他被大哥骗得好惨。大嫂会生气很正常。蓝若若哑了哑口后说道，我们是什么关系？我去打听你的家庭情况做什么？咱们是死对头的关系，但我只会针对你，不会针对你的家人，就不用去打听你的家庭情况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他有心发展一下，便想知道他家里情况如何。像你这样的富二代，那么低调，那样务实，挺少见的。战维不是富二代了，富二代。我奶奶教得好。蓝若若笑了一下，听童姐说，你们兄弟几个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，你们最孝顺爷爷奶奶了，跟你们的父母感情反而淡淡的。奶奶还健在吧？什么时候有空了？我想去拜访一下他老人家，
感觉你们对奶奶是真的很敬重。战维答道，我奶奶还健在，爷爷就离开了10几年。你随时去，我们家随时欢迎。告诉你，我奶奶严重的重女轻男，只要孙子结了婚，她老人家就只疼爱孙媳妇，孙子都是靠边站的。有什么好东西、好吃的、好喝的，都会给孙媳妇，好玩的就给曾孙辈。以前我们才是奶奶最疼爱的人，如今我那6个嫂嫂是我奶奶最疼爱的哦。贝贝如今排在第1位，奶奶盼了几10年才盼到的小女娃。说到这里，战维又说道，忘了告诉你，我家里严重的阳盛阴衰，在贝贝之前，我们战家往上数3代都没有过女儿，就是贝贝这一代，我也是有了7个侄儿，才得到贝贝这么一个侄女儿。贝贝的大名占西，小名贝贝，我们整个家族的宝贝。蓝若若忍不住笑，那真的是羡慕贝贝了。不过贝贝也真的很可爱，漂亮的像个洋娃娃。看到贝贝很容易生出要生个女儿的念头，那小丫头真的浴血可爱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贝贝。你如今已经有7个侄儿了。我排第7嘛，上面6个哥哥都已婚，他们婚后生的都是儿子，就我大哥大嫂2胎生了个女儿，我3嫂生的是孪生子，乔涵和他弟弟乔轩是龙凤胎，他便遗传到他母亲生双胞胎的基因，第1胎就生了一对孪生子，就是带娃着实让人头痛呀。乔涵家里请的保姆都比别人家里的多钱，因为他2个儿子诡计多端，表面看上去很懂事乖巧，实际上是个能上房揭瓦的调皮鬼。用战印的话说，就是战牧尘这么懂事的都有男孩子调皮的一面呢。奶奶希望我那些嫂嫂们生2胎，再给她添个曾孙女，嫂子们都不敢生2胎了，怕死又生了儿子。像我兄弟有9人，其实我奶奶也就3个儿子，但由于我父辈拼女儿，才会拼出我们这么多兄弟。三叔共有4个儿子呢，他亲兄弟3个，也就是大伯和大伯娘生了6个后，不敢再拼，怕又生的是带把的。奶奶说，如果大伯和大伯娘拼3胎4胎的话，他们兄弟会再多几个。在管城，很多人都打趣我们战家是和尚庙。你下面那2个堂弟多大了？蓝若若好奇地问道。老八比我小1、2岁，老9今年应该是24、25左右吧，他跟我们的年纪就差得稍远一点。听彤姐说你们兄弟几个感情都很好的，说你们家家庭气氛很好，家风特别好。战维自豪的道，那是我们家的家风都很好，可能是大家都有本事吧，除了家族事业，他们每个人都发展了自己的事业，自己有本事了，家族事业对他们来说反而成了重担，他们都不想去挑，也就不会有争权夺利的事情发生。如果他们谁想去争夺当家人这个位置，大哥做梦都得笑醒，会马上就卸任，将总裁一职交给他们，生怕动作慢一点，他们就会反悔。总之，在他们这一代，是绝对不会发生争权夺利的事情。下一代，也就是宝宝这一代，他们不好说，不过大家都很努力地教育自己的孩子，也经常让宝宝他们兄弟几个聚在一起培养手足情，希望在宝宝这一代还能复制父辈那一代的团结，那么战氏集团就能一直各立不倒，家和万事兴呀。若是家族内部总是争斗不断，人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，那么再庞大的家族也会因为内斗不断而轰然倒塌。若若，我们战家男人对感情也是极其专一的，只要结了婚就忠于家庭，忠于婚姻，不会出轨，若是出轨了，会被逐出家门，不能继承家产。蓝若若忽然觉得自己的眼光是真好，她心动的男人不仅自身优秀，背后的家庭也特别好，难怪彤姐会说她若错过了战维，一定会后悔的。你今天不打算回公司了吗？她的家庭情况蓝若若已经了解清楚，她换了话题，等会儿要回去开个会，还得和苏总谈一单生意。若若，
我们晚上能一起吃饭吗？蓝若若没有答应他，他说道，战维，我也很忙，这几天的行程都排得满满的，只有周末才有点时间。还有，我并没有考虑和你恋爱，咱们目前的关系不变，并不是知道他的家庭情况了，他就与他成为恋人。横在他们中间的那条沟还没有填平呢。战维笑，没事，我有一辈子的时间来证明自己，让你放心。你接不接受我是你的事，我追求是我的事。蓝若若忽然说道，苏总很喜欢你，他的眼光特别高，我也认识他很多年了，知道他从一个普通员工一步步爬到今天，很不容易，是个当自强的女人。我很佩服她，也很敬重她。不过两家公司并没有生意往来，苏总所在的公司选择了与杨泰合作，自然就不会和蓝氏再合作。毕竟蓝氏和杨泰目前还是生意上的死对头。我跟苏总明说了，我与他只谈工作，不谈感情。他是个聪明的人，也懂得取舍，自尊心也特别强，不会勉强我的，也勉强不了。别说他是战家的七少爷，哪怕他只是个普通人，凭着他的实力爬到今天这样的地位，也不是谁都能拿捏得了。苏总也在乎他的事业，不愿意为了爱情撒破脸，毁了他自己的前程。蓝若若默了默后想说什么的，话到嘴边又打住，觉得还是不说的好。那你回去上班吧，要是还饿，先去吃点东西。这束钱花我收下了，下次不用再给我准备钱花。战维老实的道，送真的玫瑰花，我怕你不收，送钱花你才有可能收下。若若，周末我约你。战维站起来，再说吧。蓝若若没有给他准确的答案，不过战维还是心情愉悦的离开。回到杨泰的他，在1楼见到了杨泰原来的老板，现在也还是老板，不过却是之一了。笑哥，你总算记得公司是你的了，好久不见。战维看到原来的老板，现在的合伙人长啸笑着打趣了一句。长啸答道，我陪你嫂子出来逛街，实在是累了，就让她自己逛，我回公司看看。这公司现在也是你的了，我就是个影子，不用管我。长啸绝对是甩手掌柜中的王者，他说不管公司就真的不管，完全交给战维去管，他就等着分红，等着数钱。这种潇洒自在的日子，快乐过神仙呀。主要是他实在没有那个本事，带领杨泰在阳城的商界杀出一条血路。当初成立杨泰，他是满腔热血，可是真到自己当老板了，长啸才知道做生意很难，做老板并不容易。没有生意，公司要运转，就要钱，每天睁开眼都是想着怎样赚钱，不停地跑业务谈生意，还总是亏本，同行太多，又总是被同行挤压打压，他都打算关门大吉的了。花钱请个职业经理人回来打理公司，是他垂死挣扎，没想到会请到战维。战维改写了杨泰，也改写了他长啸的命运。战维还没有进入杨泰时，长啸因为经营不善，已经负债累累，如今他已经是大富翁，简直就是躺赢。两个人一起坐着电梯上顶楼。长啸在公司里有办公室，不过他的办公室常年都关着门。两个人走出电梯时，战维的秘书迎过来，看到长啸时，秘书也是很意外，随即向长啸问好。长啸随和地摆摆手，示意秘书先向战维汇报工作，自动忽略他就行。他在公司就是个透明人，要不是他还占着一半的股权，都没有人记得还有他这个老板了。战总、常总、苏总在贵宾室等着了。秘书告诉战维，苏总来了多久？等了5分钟。战维嗯了一声，请苏总来我办公室。苏总时间观念很强，等了他5分钟，算长的了，也就是他战维还能让他耐心等上几分钟。换成其他人，到了说定的时间，对方还没有到的话，
苏总早就走人了。他说不遵守约定的人，不牢靠，不合作也罢，凡是与苏总合作的人都不敢迟到，宁愿自己等苏总，也不敢让苏总等。哦，人家苏总压根儿也不会等。秘书赶紧去贵宾室请苏总，在贵宾室门口就遇到了走出来的苏总。苏总，我们战总回来了，战总请你去他的办公室。苏总微微点头，还着他的小秘书出了贵宾室，径直往战维的办公室走去。敲门征得战维的同意了，他才带着小秘书推门而入。长啸从茶水间里出来，手上端着2杯温开水。苏总，长啸打招呼。苏总只是微微点头，就朝战维走过去。他这样的态度简直就是忽视长啸这个袁老板。长啸脾气极好，他脾气不好，修养不够的话也当不了甩手掌柜中的佼佼者。他端着2杯水过去，本来是他1杯，战维1杯的苏总进来了，他便先给苏总1杯，战维1杯，然后又扭身回茶水间，再倒了2杯温开水，然后拿了点下午茶点，用一只托盘端着出来，请喝水。长啸将1杯水递给苏总的秘书，又将他端出来的下午茶点放到2个女的面前。苏总，吃点心。苏总看了他2眼，淡冷的道：常总，没什么事，你先出去，我和战总要谈生意。好，你们谈，我出去，不打扰你们。长啸爽快的应着，他转身之前都还招呼小秘书吃点心，然后笑眯眯的就要走。啸哥，等等。战维却开口叫住了长啸。啸哥，公司你也有份的，严格来说，你才是杨泰真正的老板，生意上的事，啸哥也要知道一点，最好就能回公司上班。战维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长啸就快步跑出去，然后关上了办公室的大门。他听不见，听不见。